女老师每次上课前都要清洗10遍嘎吱窝，谁料这天竟有个陌生人走错厕所，直接将她全身尽收眼底。香奈儿惊慌的立刻赶走对方，安慰自己只是小意外。可等回到班级，却惊讶地发现那个陌生人就是自己的新学生。他马上不知所措起来，而桑德不仅向他投来奇怪的笑容，还给同学看了些照片逗对方笑。他害怕学生拍下了自己的不雅照，命令他交出手机检查。可仔细翻找，只有几张卫生间装修模板设计。桑德竟坏笑着调戏他，称这是专门找来给他推荐的，让香奈儿很是无语，马上就跟学生主任提出让他转班。毕竟40岁的他当了近20年老师，从未受过男学生的戏弄。可不知怎么当晚他开始不停想起对方，仿佛他们之间会发生一些刺激的事。而第二天桑德一听说转班的事，就主动申请要加入他开办的法语小说社团。为了拒绝他，香奈儿称社团要求很严格，每周要读1本，还要发表书评。他却直接表示会准时到场，还顺手借走他的书。猛然靠近的一瞬间，香奈儿竟一阵恍惚，尽管反应很细微，却被桑德尽收眼底，好像一切在他意料之中。为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他第一天来社团就对着大伙侃侃而谈。香奈儿一眼看出他着急表现自己，告诫他虽然不知在玩什么花样，但希望他马上停止。桑德却说他对自己有偏见，当下就递出自己的社团申请表简历证明。没想到他最大的梦想是赚钱，让妈妈过上好生活。原来桑德在单亲家庭长大，父亲早逝，妈妈酗酒成瘾，要不是他在超市做兼职，母子俩都得饿死。香奈儿觉得一个孩子懂得爱妈妈应该坏不到哪去，又考了几个文学知识，结果全部对答如流。难道真是自己对他有偏见？于是当天就告诉主任不用给桑德转班了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桑德第二天来还书，他突然发现上面被他用记号笔标记了一句话：你看起来很性感。身为老师却被学生不尊重，他决定必须家访一下桑德的妈妈。可就在他到来前，桑德的妈妈却因偷了超市的酒被超市老板当场捉到。桑德认为他很丢人，回家后母子俩大吵一架。等香奈儿前来家访，却发现桑母离家出走了，又看到他竟然还喝酒不吃饭，突然有些心疼起来，于是带他回到自己的家住1晚，说好只是1晚。可第二天桑德一回家又和母亲吵架，不知该去哪里，不自觉回到了香奈儿家，还和她的丈夫靖哥以及2个孩子一起吃饭，睡着他们的床。想到他没有换洗衣服，香奈儿便主动送过去，不料这一幕却似曾相识，顿时不好意思退了出去。可桑德却露出了坏笑，而听到他的洗澡声，香奈儿又感觉心慌燥热得很，要不是靖哥提醒，厨房差点要被淹了。而不知情的靖哥看桑德可怜，还让他到自己的超市兼职。殊不知趁他不在家时，桑德早把香奈儿的东西摸了个遍，嗅着他的衣服气味，躺着他的床。同事听说香奈儿一直收留桑德，劝他注意影响，过几天就让他回家吧。香奈儿却全然当成玩笑在听。谁知当晚桑德就主动来借书，而放书的方式更是别具一格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气氛越发抑制不住，桑德再也忍不住自己，但只是短短3秒的接触，女人就突然惊醒并很生气，让他立刻离开。而桑德顾不上伤心，刚出来就听说母亲在外和人打架进医院了。偏偏同一天，香奈儿也接到了家里的电话，母亲因为老毛病要做手术，2人还在同一时间赶到医院。当香奈儿看到桑德，立刻就认为对方跟踪自己，尽管一再解释是来看母亲的，他仍不相信。桑德只好道歉，请求他给自己一个机会证明。香奈儿不知怎么实在无法抗拒，便跟他前去，结果却是看到他的母亲在医院，这才意识到误会了他，说可以忘记上次的事，也允许他继续到家里借住。但没想到从此2人关系更加亲密了。一次桑德主动帮他做家务，2人的距离只有10厘米，少年赤裸裸的火热眼神让香奈儿无法逃避，甚至忍不住胡思乱想。他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而2天后，桑母醉酒后突然来找儿子回家，当看到他没穿上衣把这儿当成家，更是生气，怒骂香奈儿是他抢走了儿子。桑德解释明明是自己喝醉，老师好心收留他，但女人更加认为是香奈儿没尽到老师的责任，竟让儿子喝酒。桑德只是想帮他辩解一句，就被母亲结实打了1巴掌，更羞辱到当初就不该生他这种白眼狼。等桑母离开，桑德脸上划满了伤口，我见犹怜。香奈儿立刻拿药为他擦拭，安慰他母亲也是为了他好，自己并没生气。一时间2人的气氛变得微妙，而他们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了质变。下一秒，香奈儿就做出了这辈子最刺激的事。女老师为了追求刺激，每天都贪婪地吸吮男学生的衣服，连上课也和对方眉来眼去，甚至还让他和丈夫及儿女同住，一家5口其乐融融。而老实的靖哥丝毫没有怀疑。这天2人终于寻得独处时光，谁知女儿突然来卫生间拿东西，女孩仿佛感觉哪里不对，但并没有进去查看，而是悄悄离开。但香奈儿确定女儿一定发现了，她害怕事情败露，开始和桑德保持距离，甚至把他对自己用来表白的书都撕了，这让她很难过，只能靠偷走他的衣服消解烦恼，可怜巴巴地求他不要抛弃自己。香奈儿说
求我们犯了大错，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。桑德委屈的都要哭出来，再三恳求真的不能没有他。偏偏这时另一个老师看到两人感觉不对劲，香奈儿赶紧解释这是新转来的学生，因为和家里关系出现问题找自己帮忙而已。幸好桑德也反应快速，马上附和，这才没有引起猜疑。为了引起香奈儿的嫉妒心让他回来，桑德答应了一个女同学的约会邀请，并偷偷拍下对方照片发给他。看到照片的一瞬间，香奈儿果然乱了神，甚至一直等到桑德半夜回来都没睡。看他慌乱的反应，桑德知道他还很在乎自己，但更想他来求自己。当第二天小说社团活动，大伙讨论小说里的女主独自堕胎，却没告诉孩子的父亲是否正确时，桑德和昨晚约会的女同学观点对立，香奈儿却果断站在桑德这边。女同学只是想阐述自己的观点，却遭到他的批评，因为香奈儿真的嫉妒了。当其他同事好心劝他不该不尊重学生，也被他大发一通脾气。想不到因为欲望2个字，他的生活和工作就变得一团糟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女儿开始不愿在浴室洗澡了，甚至靖哥骂他都不管用，还以为是自己育儿失败。香奈儿瞬间就明白女儿一定发现了他和桑德的事，谎称女儿一定只是闹脾气，才将靖哥安慰好。可转头靖哥告诉他，咱家邮箱收到一本奇怪的书，拿来一看正是桑德用来表白的书。他立刻心慌起来，说肯定是自己忘记放在哪里了，有人好心送来的。靖哥没有怀疑，可等他走后，就立刻偷偷到房间打开。桑德说自己真的很想继续下去，但刚才的经历着实让他害怕了，于是半夜到后院约他，希望他能找到与他同龄真正合适的女孩，而不是一个拖家带口的女人。桑德1万个不愿意，不就是大20岁吗？他根本不在乎。尽管香奈儿表示绝不会离开家人，他们对自己很重要，而且女儿已经发现了端倪，桑德仍表示自己会小心，因为她是自己生命中最美的部分。一番甜蜜浪漫的情话说下来，香奈儿真的心软了，不仅当即再次犯了错，还默认继续偷偷见面。殊不知此时桑德的母亲竟在他的床上发现了一个蕾丝内衣，身为母亲她有了不好的预感。而第二天一早，靖哥也察觉到不对，按说桑德和母亲吵架，但这么多天也该回去了，而且今天不上课他该去兼职才对。桑德却说要做作业不出门，这让靖哥觉得可疑。他让香奈儿劝学生回家吧，总在咱家待着不好。女人知道再也说不过去了，只好答应晚些告诉桑德。可下一秒靖哥发现床上竟有一坨白色不明物质，好像似曾相识。香奈儿吓坏了，说肯定是儿子玩玩具弄上的，匆忙去找清洁工具。看他慌乱的神情，靖哥隐隐觉得背后大有故事。当晚一家人打牌时，更发现桑德竟擅自将桌上的全家福私自换成了儿子的画作，这让他很不满，仿佛桑德在宣示他是男主人，一时气氛十分尴尬。这时桑德母亲突然上门，再次让儿子跟他回家。桑德为不暴露，立刻去收拾东西，桑母却单独将香奈儿拉到一边讲话，说你的睡衣我看着很眼熟啊，我好像在儿子的房间发现了你的东西呢。香奈儿解释可能只是撞款了，但桑母并不傻，威胁他给自己5万美刀，不然就将他诱骗儿子的事说出去，让他下半辈子蹲在监狱。香奈儿真的慌了，第一时间找到桑德求助该怎么办。桑德安慰他不要怕，让他相信自己是个男人，能处理好这件事。可处理的方法却演变成和母亲吵架，母亲让他醒醒，只有妈妈才不会害你，你被那个女人耍了。桑德绝不会相信，不顾母亲的挽留，当即离家出走，借住到了老实的朋友家中。因为一时心烦，还把他当成感情倾诉对象，但并没说出香奈儿的名字。香奈儿思来想去，还是在深夜将5万美刀的支票送到桑德母亲家。可他刚收下，警局调查队就找上了门，询问他儿子和香奈儿的事情。虽然不知道警察怎么得知，但面对严肃的问题，他只能如实回答。当桑德后脚回家看到警察离去，立刻就责骂母亲为什么要泄密。女人解释不是自己报的警，可目前只有你知道这件事。桑德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，狂奔去学校找香奈儿，可他还是晚了一步。香奈儿被当众逮捕接受调查，面对骚扰与强迫学生的指控，他拒绝发表任何回答，直到等律师赶来，却没想到等来的是桑德。他想和香奈儿见一面，却被警员劝退了。直到几天后的听证会，虽然他暂时得到保释，但却要时刻接受调查。此时他的负面新闻已经满天飞，再也不能回到学校教书了，法律更不允许他和桑德联系。不料桑德想他心切，竟独自来挑衅靖哥，说他们才是相爱的。此时的靖哥还在试图接受发生的一切，在他眼里桑德太嫩了，你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玩具罢了，他不会对你付出真心。好不容易才他赶走，可谁料当晚他竟直接闯进家中。香奈儿想让他先离开，可他却执意让他告诉靖哥真相，我不是单相思。靖哥见状直接报了警，并咨询了律师，桑德的行为是否可以帮香奈儿减缓罪名。可律师仍旧表示很难，除非桑德愿意亲口帮忙。正在两人不知所措时，桑德竟主动到警局坦白是自己引诱香奈儿在先，他只是开玩笑，并未付出真心。当香奈儿看到监控十分感动，因为桑德从头到尾对他都是认真的。虽然得到了受害人开脱，但香奈儿最终还是要蹲7个月监狱，见不到他的日子，他整日萎靡不振，想不通到底是谁报的警。而身在家中的靖哥再次看到床上的不明物体，忽然知道了这是什么，而女儿也突然主动和他说，亲眼看到香奈儿和桑德在浴室，一瞬间他感觉内心
彻底崩塌了，可还是忍住亲自来确认他是否真的糟蹋了我们的床。香奈儿解释只有一次，靖哥立刻就递出了离婚协议书，而他毫不犹豫地签下。7个月后，他终于出狱，却不被靖哥允许进家门看望儿女。你不配当母亲，最后只能借住在姐姐家，家庭和工作全都失去，只能在书店找到销售的工作。这还是以前班上的女同学介绍的。再次从他口中听说桑德现状，感觉心里痒痒的又很恍惚。殊不知桑德每天都偷偷看他上班，可只能和女闺蜜倾诉。看着他对香奈儿失魂落魄，还痛恨母亲的可怜模样，他突然有些愧疚，因为其实是他报的警。他来到桑德母亲面前忏悔，是自己导致他们母子关系破裂。桑母激动地跑来找儿子解释，是你同学报的警，真的不是我发誓，求你回家吧。可桑德仍旧不愿，他想知道闺蜜为什么这样做，对方竟说害怕她受伤，因为这种行为本来就不对。桑德真的讨厌他多管闲事，可现在说啥也晚了。他试探着主动来找香奈儿谈谈，可他却第一反应是逃离，但还是被他找到。两人的对话变得十分客气。桑德说，如果以前伤害到你，我感到抱歉，但我对你的心意不变。香奈儿也忍不住道歉，他们都想和对方和解，可最后连再见也无法说出口，只能靠上厕所逃跑。再次见面是在香奈儿的儿子生日当天，女人终于被靖哥允许进屋共同庆祝，可桑德只敢叫男孩出来告别，让他转告妈妈自己在等他。香奈儿得知立刻跑出来，可两人只有远远的对视，而桑德一个苦涩的微笑，让眼含泪珠的他明白了，从此永不见面才是两人间最美好的距离。